此时夜晚的牢房里，一群囚犯正在轮流进卫生间里洗冷水澡。之所以排队洗冷水澡，是因为叶晨要求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驱除身上的体味。这帮人本来就是一帮不爱干净的犯人，再加上体臭本来就大，还没有除臭剂，10几个人扎堆在一起，闭上眼还以为化粪池炸了。此时古斯塔沃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一脸谄媚地来到叶晨身边，恭敬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刚才出去见布鲁斯了？叶晨冷声道：以后你给我记住，不该你问的事情不要瞎问。是。古斯塔沃连连点头，随即有些担忧地问他：叶先生，我有件事想问问您的意思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叶晨淡然道：你说吧。古斯塔沃忙道：叶先生，说心里话，我也不知道您究竟犯了什么罪，开没开庭，开庭之后会判多长时间，我自己这辈子可能都走不出这个狱了。万一哪天您要是出去了，我在这里面怎么办？万一我那个混账儿子一心想要我的命，那我岂不是早晚都得死在这里？叶晨好奇地问：那你是怎么个意思？想让我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吗？古斯塔沃一脸惊恐地急忙摆手说道：不是，叶先生您误会了，我哪敢这么想啊，我只是觉得您神通广大，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？叶晨摇了摇头，随口道：这个我可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我只能跟你承诺，我在这里1天就保你1天。可是如果我明天就出去了，那也只能说咱们2个人的缘分到了，该各奔东西了。至于你以后怎么办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古斯塔沃表情惊骇地哀求道：叶先生，您就帮我想想办法，你看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总不能就老死在这监狱里吧？叶晨看着他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：你既然问了我这个问题，那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有一个倾向的解决方案，不如你就直接把你的方案说给我听听，我看看有没有采纳的价值。古斯塔沃心下一喜，连忙凑近了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叶先生是这样，我刚才想了1进1退2个方案，我这2个方案恐怕都得有您的帮助才行。叶晨摆摆手：你先说，我听听看。古斯塔沃忙道：比较激进一些的方案就是，咱俩都想办法越狱，离开布鲁克林监狱，离开纽约，甚至离开美国。说着，古斯塔沃又道：这个方案的时间窗口很短，今天约瑟夫要杀我，但是被你拦下了，我估计我儿子很快就会找他问责，1、2天之内，如果约瑟夫还不能把我干掉的话，以我儿子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另选他人，到时候我还是凶多吉少。趁着我现在在典狱长那边还有那么一丁点影响力，我可以让他把咱俩都悄悄安排出去，借口告诉他我们出去玩女人，明天一早就回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离开监狱，赶紧跑路。叶晨撇撇嘴：你想的倒是挺美，就算你跑出去了，明天你不回来，罗警方一定会对你全球通缉，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跑得出美国呢？更何况你儿子现在掌握着整个桑切斯家族，如果他知道你越狱了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干掉，说不定全墨西哥和全美国的杀手都想要你的人头，你那些手下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儿子收买，一个可信的人都没有，你怎么跑？古斯塔沃眼神炽热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这就得靠您帮我了，您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你想办法带我回墨西哥，只要我能平安回到墨西哥，桑切斯家族的其他人一定会支持我重新执掌大权，到时候我一定会重重的感谢您，多了我不敢说几10亿美金的现金，我们桑切斯家族还是能拿得出来的，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你价是100亿美金的可卡因，就当是抵账了。叶晨不屑地哼哼道：实不相瞒你挣那份钱，我1分都不想要。说着，叶晨语气冰冷地继续道：你也知道我父母都是华夏人，华夏在近现代曾经有近100年的耻辱历史，这至少有1半的责任都要归咎在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上。这个自诩绅士的国家在19世纪举全国之力制造和贩卖鸦片，荼毒了上亿华夏儿女，
算得上是你桑切斯家族的祖师爷。你要问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最恨毒贩，华夏一定排在第一。我作为华夏人的儿女，要你一个毒贩的钱，那不是愧对先祖吗？古斯塔沃心急如焚地说道。叶先生，我虽然是毒贩不假，可我没向华夏贩过毒啊，我的毒品都卖给美国人了，赚的也是美元，您完全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啊。叶晨冷声道，你用不着在这里强词夺理，你的钱对我来说确实没有吸引力。古斯塔沃连忙又道，那这样，巴叶先生，只要您能帮我夺回家主的位子，以后桑切斯家族为您马首是瞻，您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您可不要小看了桑切斯家族，我们不但有几百亿美金的资产，还有庞大的私人武装和贩毒、洗钱网络，能耐还是很大的。叶晨看看他，又看了看四周的牢房，笑着问他，能耐真的很大吗？古斯塔沃知道他的意思，尴尬地咳嗽2声，解释道，当然了，我们虽然很厉害，但是在美国政府面前也就是个更臭一点的屁。说到这里，古斯塔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颓然不已地说道，叶先生，要不我跟您说一下第二个方案吧。第二个方案没有这么激进。叶晨点点头，你说。古斯塔沃忙道，您看叶先生，在布鲁克林监狱，约瑟夫还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既然您是他的叔叔，他又那么尊重你，什么都听您的，那您能不能跟他说一声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布鲁克林监狱里保我一条活路。叶晨笑道，古斯塔沃，约瑟夫是帮不了你的，就算他是这里市力最大的犯人，就算这里很多犯人都是他的小弟，但他也不过就是个囚犯而已，你觉得他能保住你的命吗？古斯塔沃点头说道，似乎在这里小弟非常多，只要他愿意尽全力保护我，我儿子想杀掉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，到时候我再想办法调换到约瑟夫那个监区，每天和他住在一起，那样就更稳妥了。说着，古斯塔沃哀求道，只是约瑟夫只听您的指挥，您得帮我跟他说一说。叶晨不屑地说道，古斯塔沃，你想过没有，就算我让约瑟夫保护你，但如果你的儿子在外面动用关系，把他从这家监狱里调走了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他完全可以一点点把约瑟夫的人全部都抽调出去，然后再把他的人一个一个的安排进来。一旦他在这家监狱里的势力比约瑟夫留下的势力更强，那你就必死无疑。古斯塔沃顿时紧张起来，喃喃道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，叶先生？叶晨见他慌乱不已，微微一笑，开口问道，古斯塔沃，你要真想保住你的命，还是要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入手？只要你拿捏住他们的脉门，他们一定会保住你的命。古斯塔沃连忙问，叶先生，我怎么才能拿捏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脉门？叶晨微笑道，先别着急，过了今晚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此时此刻，在布鲁斯·维恩斯坦的典狱长办公室内，脸色铁青的布鲁斯·维恩斯坦咬着牙将一段视频发到了网络上。视频的标题是布鲁克林监狱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有牢笼。在视频的一开始，布鲁斯·维恩斯坦对着镜头自我介绍道，大家好，我是纽约布鲁克林监狱的典狱长布鲁斯·维恩斯坦。此刻大家看到的是我在布鲁克林监狱的办公室。大家都知道，布鲁克林监狱是一所联邦监狱，这里面关押着的都是触犯了美国法律的犯人。不过，这所监狱还有着许多大家不知道的隐情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看这所监狱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说到这里，布鲁斯·维恩斯坦站起身，踱步来到书架的机关面前，对着镜头打开密道。对开的电梯门便出现在了镜头之中。布鲁斯·维恩斯坦在画面中露出一只手来，指着电梯门说道，大家肯定非常好奇，为什么我的办公室书架后面竟然还有一扇电梯门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，这条电梯究竟通向哪里。说罢，他打开电梯门，迈步走进电梯，按下了电梯里的按钮。随后，电梯一路向下，
在地下，将门打开，布鲁斯·韦恩斯坦迈步走进地下室，先拍了一圈地下室的大概情况，随后切换摄像头，用前置摄像头对着自己的脸，微笑着说道：大家现在看到的地方是布鲁克林监狱下面一个非常隐蔽的地下暗室，你们应该想不到吧？在联邦监狱竟然还有一个如此隐秘的地下暗道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个地下暗道并不是布鲁克林监狱原本的配置，而是我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马特·罗斯柴尔德先生耗费了大量资金秘密修建的，连美国政府都不知道这里的存在。你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马特·罗斯柴尔德能在联邦监狱里修建一条暗道和一个地下空间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姓氏——罗斯柴尔德。在美国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实力，让他们可以在任何他们想挖的地方挖一条暗道。只要马特·罗斯柴尔德先生愿意，他甚至可以从纽约帝国大厦楼下直接挖一条暗道，通往我在拉斯维加斯家中卧室的床底下。而且我打赌，他也一定在认真筹备这个了不起的世纪工程。你们应该会好奇，马特·罗斯柴尔德为什么要挖一条从纽约到拉斯维加斯的暗道？好吧，让我来告诉你们原因。只要这条隧道建成，马特·罗斯柴尔德就能更方便地继续与我老婆搞在一起。过去很长时间，他们都要提心吊胆地偷情，一旦这条隧道建成，他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在这里，我郑重地感谢马特·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在我离开拉斯维加斯来纽约担任典狱长的这段时间，是他一直用他那做过环切、丑陋不堪的小老弟，安慰着我那个荡妇老婆极度空虚的身体。谢谢你，尊敬的马特·罗斯柴尔德先生。